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最近一段时间的美股呢，一直处在一条下跌趋势线当中。这条下跌趋势线呢，是由日线级别高点35679波峰出现之后向下的一个趋势线沿着这个趋势线呢，美股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调整行情。但是这一轮的调整呢，我们看到是针对7月中旬以来的上涨做出了一个回补动作。我们看到上涨形成了一个筹码缺口之后，通过第一轮下跌方式的回补，然后反弹上来之后，目前正处在第二轮的回补当中。那么整个金融市场呢，是一条绳上的几个蚂蚱，所以呢，在美股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A 股市场今天的上证指数同步走出了一个下跌趋势，但是比特币的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的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但我们看到比特币的震荡也主要是围绕25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做横盘整理震荡。这样的震荡呢，是为了回补6月中旬到6月底28%的这样的涨幅做出的一个回补动作。我认为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25000美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前面在4月份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上构成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一条长期趋势线这条趋势线呢，可以追溯到20年由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趋势线在25000美金同时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因此呢，25000美金不跌破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机会在25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做横盘震荡。最终呢，走到10月份的时候，我认为会有一波行情出现。这波行情呢，可能会让比特币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原因是我们在6月周旬就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呢被最近的行情斩杀掉了，但是这里的悟空阳线是有机会复活的。如果它能够复活，那么比特币将迎来新的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看到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是从22年11月份开始的。这轮行情让比特币的价格从15500美金涨到30900美金这样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涨幅。所以呢，如果最近横盘震荡整理不跌破25000美金的话，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对于比特币来说就有可能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回头看会是一个当前是一个底部的状态。那在底部过程当中，超级主力呢往往通过极限施压让成交量萎缩，让走势低迷，让波动减小带给大家恐慌，让大家抛弃低位筹码，最终呢，通过一波拉升抬高价格，让人追不上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就不是去割肉的时间节点了。那么通过我们实时的多空甄选系统呢，发现今天的多头并不多，在15分钟到小时线级别不算多，在4小时级别上仅有4个币种，还有一个是 BTC 档也就是BTC 的3倍做空现货。那其他几个币种呢，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几天呢也连续出现在我们的多头币种榜单当中特别是 UNFI 这个币种呢，是我们会员频道给出来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在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目前已经观测到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通过合并 K 线切换时间级别到周线级别，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上一周，也就是8月28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本周呢，对于 UNFI 来说，正在走的是一个8阶阳线。对于周线级别的上涨呢，
UNFI 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目标位是在$20以上啊。对于周线级别的 UNFI 来说，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目前对于 UNFI 已经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目前处在日线级别上涨细优的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如果底部没有筹码高位想进场的话，要耐心等待它符合细优战法规律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这种情况下才适合入场。什么叫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就是我们目前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要耐心等待它做完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优啊，才是可以布局一个仓位的。这里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如果有标志性的悟空阴线，那么我们就耐心等待它走完一轮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组成的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优之后，才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入场机会啊。这里面的4组下跌阴线呢，注意是4组，不是4条啊。每一组当中可能会伴随干扰性的 K 线，这些干扰性的 K 线呢，会让我们失去对行情的判断，失去对调整的判断。所以呢，在介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更多的耐心，等待它完整的走出4组下跌细优之后啊，这里指的是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走一轮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下跌细优之后啊，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这里，4小时级别的169均线和144均线距离50均线、10日均线距离 K 线当前的价格非常遥远啊，所以呢，如果能够进行回踩，如果能够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优，回踩当前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区间啊，是更好的一个强势币种入场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读者频道啊，就是有别于会员群的一个频道啊，这是购买我的这本 K 线细优战法书的这个频道也都在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RUNE 最近走势还是比较强。那么对于 RUNE 来说，目前它处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我们看到焦点在这个位置，近焦点呢就是焦点位附近的这个区域。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走的相对来说有一些变形，通过我们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我们看到在8月下旬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极端行情，那么在画图的时候就要忽略掉这些极端的波峰，采取最多的波峰，然后画出这个结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那在4小时级别上，对于 RUNE 来说有多头的一个趋势。目前它在4小时级别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上穿144均线和169均线啊 ，K 线也站上了144均线上方，因此呢，我们判断这个 RUNE 是有机会做出一个多头趋势的。同时呢，对于1.6美金附近的 RUNE 来说，目前已经走出了4小时级别的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这个位置也存在机会存在机会就是我们进场的一个理由。但进场之后，我们有这样的预期的情况下，一定要设置好止损。这个止损位置怎么设置呢？我认为169均线是一个设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在1.5美金。同时呢，抗风险能力更强的朋友可以在波谷连线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那么有了止损、有预期、有仓位的条件下，就容易捕捉到行情趋势上涨带给我们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